楚风少侠，依照你的经验，他既是2品天龙界灵师，那他能否从守护阵法外面看出我族这守护阵法最薄弱的位置？战牡丹询问之时，脸色已是有些难看。正常来说很难，但对方似乎有备而来，不排除有这种手段和宝物。楚风说道。糟了！闻言，战牡丹脸色愈加难看，旋即看向楚风。楚风少侠，我们从守护阵法取下青铜球体颇为麻烦，你是否有手段能快一点将刚刚融合的青铜球提取下来？可以倒是可以，只是为何要取下来？你是知道那天龙界灵师可能会对你们发动攻势的位置了吗？楚风觉得战牡丹想取下青铜球体，必然是知道这青铜强体哪一部分较为薄弱，想用青铜球体去支援那部分。我们之前想着，反正他只从正面攻打，便从守护阵法的其他方位取下了青铜球体，放到这边来。从整道守护阵法来说，这里已经是放手最为坚固的地方，薄弱的地方有着多处，但要说最薄弱的地方，还真有一处，那里位置较为隐秘，外人基本不会从那边进攻，因此那边几乎已经没有青铜球体了。所以倘若对方真的能够看到我族哪个方位防守最薄弱，我觉得那里将极其危险。战牡丹说道。楚风公子，那你觉得若是取下来，这边会不会支撑不住？战茉莉对楚风问道。毕竟先前这青铜城墙已是摇摇欲坠，是楚风将那些青铜球体的结界之力释放，才稳定了许多。这青铜城墙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，只是以这种攻势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公子，那便有劳你取下来吧。战牡丹说道。行。楚风应下后，只是随手一挥，便有结界阵法成型。不过顷刻之间，便将所有青铜球体取下。可也就在此时，天地忽然安静了下来，室外面的上万座攻杀大阵同时停止了攻势。这一幕让众人不解，而定睛一看，那攻杀阵法竟仿佛收到了命令，向远处快速移动。怎么回事？不解之际，这远古战族的在场高层们竟纷纷看向楚风。毕竟从界灵师的角度，在场之中，楚风的专业性是最为权威的。可还不待楚风回答，他们腰间的令牌便同时浮现光芒。楚风能够看到，在他们那令牌上面浮现出了8个相同字体：外阵已破，族人速归。见此情形，所有人立刻向黑色城墙的方向飞掠而去。楚风3人也是跟随着浩瀚人马一同向黑色城墙的方向回退。楚风，看来你判断对了，那青铜城墙的其他方位被攻破了。仙海少羽撤退的途中小声说道。而就在此时，他们察觉到虚空之上阵阵颤动传来，而传来的方向乃是自黑色城墙之内。我去，不会那黑色城墙也被破了吧？仙海少羽顿感不妙，不由看向楚风。他其实没那么关心远古战族的安危，他比较关心他们3人的安危。这个眼神是想询问楚风，他们要不要趁机躲起来，别卷入这场与他们无关的争斗。楚风也明白仙海少羽的意思，于是暗中说道：再观察观察。众人快速前行，没过多久，黑色城墙便浮现而出。当他们穿过黑色城墙，也是知道那颤动的缘由，来自黑色城墙内的整片虚空，一层层气体宛如遮天蔽日的云层，自虚空深处倾洒而下，同时向一个方向流淌而去。正是这气体引发的颤动。看到这一幕，远古战族众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而楚风、小鱼儿以及仙海少羽则是不由自主地互看了一眼。尽管视线所及处的虚空之上都已被那气体充斥，可他们能够看出气体流出的主要方位是他们来时的地方，是那禁地的方位，也是那宝藏的方位。这让他们不由自主的便与那宝藏联想到了一起。虽说眼前所见如同真正天地，可他们都知道，他们所处的世界不过是藏于地下的阵法世界，而那宝藏则在这阵法世界的上方。那些气体是流向哪了？仙海少羽很是好奇。应该是被攻破的方位，我觉得与那来犯者有关。楚风猜测道。大哥哥，莫非来犯者与那宝藏有关？小鱼儿暗中询问。仙海少羽也能听到暗中传音，于是说道：傻妹妹，这还用说，必然如此啊。我问大哥哥，又没问你。小鱼儿瞪了仙海少羽一眼，旋即扫视了一眼那非常紧张的远古战族众人，又暗中说道：倘若那天龙界灵师是为宝藏而来，远古战族不可能一点都不清楚，这远古战族多半没对咱们说实话，情况确实有些复杂。前辈您怎么看？楚风这句话，小鱼儿和仙海少羽也能听到，但却是对界善仙说的。区区远古战族有何可惧？2品天龙同样无惧，有我给你兜底，你怕什么？界善仙这句话只有楚风能够听到。2品天龙真的无惧吗？您的修为恢复了？楚风问。没恢复。界善仙道。那怎会无惧？楚风不解。谁告诉你我1品天龙就打不过2品天龙的？只许你小子是天才是吧？界善仙话显不悦，可楚风却十分振奋。好了前辈，有您这句话，晚辈一点都不怕了。大哥哥，那位前辈说什么了？仙海少羽和小鱼儿也是暗中询问。前辈说给咱们兜底，2品天龙
和远古战族皆是无惧。楚风说道。闻言，仙海少羽和小鱼儿也是轻松了不少。现在的情况，他们都觉得有些复杂。那天龙界灵师不谈，远古战族他们也觉得不可信，而他们实力有限，目前最大的依仗还真就是界善仙。那气体是怎么回事？楚风装傻充愣地对战茉莉询问。楚风公子，这件事回头再与你细说。但目前来看，那来犯者比我们预想的更加不简单，我们可能需要你的帮助，能否随我们一同过去看看？战茉莉几乎是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楚风，不只是他，在场的所有远古战族族人几乎都是如此。从他们的眼神能够看出，眼前的局势于他们而言确实非常的不妙。可以，楚风应下，主要他是想搞清楚状况，但最主要的是有界善仙为他兜底，楚风也是底气十足。没过多久，楚风一行人来到了黑色城墙的另外一个方位，而那气体所流向的也正是这个方位。眼下磅礴的气焰于那黑色城墙汇集，如巨浪一般滚滚翻腾，似乎想将黑色城墙冲得粉碎。而此地的黑色城墙则是光芒普照，墙砖上的符咒都在闪烁，是在释放结界之力。可哪怕如此，那气体也有部分渗透而出。战牡丹取出令牌捏动法诀，黑色城墙的部分同样变得透明，城墙外面的景象也是一览无余。因此能够看到那从城墙渗透而出的气体在向同一个方位涌去，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吸收那气焰。翻腾的气焰中隐隐间有两道身影，楚风动用天眼，那两位身影立刻变得清晰。一个正是先前战茉莉给楚风看过的画像上的那位青年界灵师，而站在那青年界灵师旁的则是一只叼着烟袋的猫。老猫，楚风一眼就认出那是当初到走战海川墓地的老猫，只不过眼下的老猫与楚风印象中有些区别。他双眼血红，宛如凶兽，可他身上散发的气息却比凶兽还要可怕得多。最关键的是，老猫的两只猫爪合并，捏着一道特殊的法诀，而那磅礴的气体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老猫的身体之中。那天龙界灵师还有伙伴啊，那猫妖怎么感觉有点面熟？仙海少羽暗中感叹，只有楚风和小鱼儿能够听到。哥，你认识那只猥琐的猫？小鱼儿暗中询问。不认识，没见过，但是总感觉似曾相识。仙海少羽若有所思，猛然间他想起来了，不由看向楚风。楚风，这是你认识的那只猫不？正是他。楚风说道。谁啊？小鱼儿则是好奇。封神竹简。楚风说出这4个字，小鱼儿恍然大悟，再度看向老猫，眼中满是愤怒。原来这就是那只可恶的猫妖。之前仙海鱼族高价买到一片封神竹简，他们买的时候已是经过多方转手，但封神竹简乃传说之物，他们也很好奇是从何处流出。经过打探，则是得知最初卖家是一只猥琐的猫。而楚风得知此事后，则告诉了仙海少羽和小鱼儿，那片封神竹简是当初在百炼凡界的时候，老猫从他手中抢走的。所以小鱼儿尽管从来没见过老猫，却对老猫十分憎恨，不曾想却在这里见到了。而楚风也没有想到老猫会来到这里。上一次与老猫打交道，还是楚风询问老猫血姬的下落，得知血姬被老猫送给了一个叫做魔灵王的恶灵，于是楚风便与老猫一同前往了魔关凡界去找血姬。后来遇到魔关开启，老猫便打算与楚风捞一票，于是2人联手。也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秦九的界灵之一陶雾，只不过陶雾刚开始故意隐藏实力，给自己起名叫做陶无，主动找到楚风和老猫联手。后来他们还遇到了图腾9道的老7、老8、老9，只不过那个时候那3位道长乃是楚风他们夺宝的劲敌。是后来陶雾显露真身，展露实力之后，图腾9道才对楚风的态度发生转变。而至于老猫，在陶雾展露真身之前，就因为忌惮图腾9道，不想得罪图腾9道而选择离开了。那也是楚风最后一次见到老猫，本以为可能不会再见了，不曾想竟又见到了，并且此时老猫竟在攻打远古战族。最关键的是，老猫竟在吞噬那自宝藏处散发而出的气体，显然具备着异于常人的力量，这完全超出楚风的预料。毕竟那个时候的老猫连魔灵王都惧怕，图腾9道中的老9都是不敢招惹，怎么现在就敢挑战远古战族了？是那只猫，是那只猫，那只猫又回来了！就在此时，远古战族这边许多人发出惊呼，甚至有人拿出了画像，那画像上面的人正是老猫。你们认识那只猫？楚风问道。这只猫惦记我族先祖留下的宝藏，不是1天2天了。多年之前，他便勾结我族叛徒，想要夺取我族宝藏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自远处响起，顺声观望，那是一个白发苍苍、气质超凡的老者，正在远处的天界御空而来。父亲大人，拜见。族长大人。当那老者出现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施以一礼。那位连仙海鱼族都未曾见过的远古战族族长终于露面了，于是楚风3人也是施以一礼。3位小友不必多礼，
远古战族族长直接落到了楚风三人近前，不仅没有丝毫架子，反而略带歉意：“真是抱歉，你们来到我远古战族，我远古战族本当好好招待才是，不曾想不仅未能尽地主之谊，却还要你们帮忙应付我这些烂摊子，真是惭愧啊！族长大人，您这就客气了，我仙海鱼族与远古战族本就是盟友，若能帮到忙，那肯定不会坐视不理。”仙海少鱼此话一出，远古战族众人皆是一愣，还不待他们说话，小鱼儿便瞥了他个眼：“你又没帮忙，那不是我大哥哥在帮忙吗？哎，我和楚风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，他帮忙便等于我帮忙了。”仙海少鱼此话一出，众人只感觉一阵无言，但细细想来，似乎也不无道理。族长大人，您刚刚说这只老猫一直窥探你族宝藏，不知是否方便透露一下？楚风询问。当然可以。远古战族族长随后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在4万多年前，他们得知有一个叫做战海川的人在寻找他们的踪迹。后来他们得知，那战海川也是远古战族族人，只不过是来自已经落寞的远古战族分支。不过战海川所在的远古战族虽然已经落寞，可战海川的天赋极佳，而他打探远古战族的踪迹，也是想要回到主族之中。经过人品与实力的考验，战海川得到了远古战族的认可，将他重新带入了远古战族之中。之后的战海川也没有辜负远古战族族长的期望，不仅成长迅速，更是很快成为了远古战族的骨干，甚至远古战族族长都有心将远古战族族长之位传给战海川。虽然这个想法得到了远古战族元老们的反对，可他确实有过这个想法。讲到这里，远古战族族长不由发出感叹，而后面则是证实了我的这个想法确实太过天真了。外人终归是外人，哪怕身体流淌着远古战族的血，可毕竟是在其他地方长大的，哪怕在我族修炼了几万年，可战海川并没有与远古战族同心。话到此处，他看向了楚风三人：“我也不瞒你们，你们所来的地方确实有着宝藏，那是我族先祖留下的，只不过那宝藏已被封锁，如今不能再为我族人所用，需要到达一定年限之后才能解封。”而战海川便很想尽快解除那宝藏，他自知我族不会同意，于是他竟与外人联手，那联手之人正是那只猫。话到此处，远古战族族长看向了外面正在吞噬气息的老猫，而楚风则是内心震荡。他只知道战海川在百炼凡界成名不久便离开了，再度回到百炼凡界之后也没有声张，反而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提前建好了目的。而老猫则是盗墓之人，最后也成功将战海川的传承以及宝物盗走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老猫竟与战海川早就相识，甚至还曾经联手。